嗨，我是电商 Tony 陈。电商情报站这个系列，我们会比较深入的分析电商市场，聊一下我所看到的产业变化或未来可能的发展。然后我的预测还算准，那你看我过去的影片，大概都看得出来那个脉络。我们上一支影片讲了抖音小黄车将攻陷日本，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聊，好事多也能够用 Uber Eats 外送了，这真的哦，就 Uber Eats 嘛，点得到好事多了。而且我要讲一下就是那个 Uber Eats 不是有会员吗？就是你要买它什么 Uber One 的会员，那这个是不用哦。你没买，你只是光下载这个 Uber Eats，你就能买好事多的东西了。有点扯他也不看你是不是好事多的会员呢就这样呢好，那个好事多会员Uber One 的会员都可以不用，那你就可以直接买就不用去排队啦。那个好事多每次去就是车子在外面就要排队白个堵拦呢，然后又怎样，然后里面人又多，然后反正就这样了，然后自己推着推着走来走去，试吃排不到对啊，你这个就点不到，你就吃不到试吃啊，不过没关系，就这样。然后大包小包对不对直接送来你家管理室不是很好吗？我们这集来聊好事多也能够用 Uber Eats 来送外送先讲一下这件事情为什么重要。就好事多在台湾实体零售的业绩已经是 Top 等级了，它就算不用做外送服务，它本来本体就已经活得好好的，那为什么它还要做这件事情？它一定是看了什么征兆、什么曙光嘛，什么商机嘛。我们先来看一篇新闻标题我念一下：非会员也能买，惊奇好事多可用 Uber Eats 外送了。开放哪些门市？能退货吗？那内容是这样：从6月26号开始，全台湾14家好事多分批上架 Uber Eats，Uber Eats 不是熊猫消费者未来无需亲自赴卖场排队购物，就能在家轻松点各种热销产品。然后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Uber Eats 为了好事多推出一个采买外送服务，就是让外送员推车直接进到卖场拿货装箱结账这样。就不像之前全联的做法是店员去帮你弄，然后外送员拿来直接走嘛。现在是外送员的技能又要增加了我看再这样下去以后可能就会请外送员直接帮你去市场挑水果，开视讯给你挑水果之类的就这样那他这次的机制蛮特别的，如果你不是好事多的会员的话，你是可以透过 Uber Eats 下单，只是商品就会贵20%到28%左右，这边当然是包含掉要给那个 Uber Eats 抽的嘛，反正就看商品比较贵这样。那如果你想要买便宜一点的话，可以在 Uber Eats 上去绑好事多的会员，那这样就只多了6%、7%，就比较可以接受。那你也可以自己点开 Uber Eats 来看你平常会买的东西会不会贵很多之类的。那我们接下来讲说为什么好事多要做外送服务。我们接下来讨论为什么好事多要大费周章的去跟 Uber Eats 合作外送服务。那这其实是他们全球布局的一环。你看这个新闻，好事多已经在美国17个州跟 Uber Eats 合作，并且会扩展到英国、台湾、日本、韩国，所以这是全球等级的战略就对了。那为什么好事多要做这件事情呢？来看一份报告。根据 Wonderman Thompson 的2023年未来购物报告指出，全球近一半48%的消费者都会希望获得更快的配送速度，这我是很纳闷，其他52%是完全不 care 是不是？那与选择更快配送的速度的消费者相比只有43%的消费者会选择便宜的配送方式，就是它可以等，它便宜。然后我们来看第二张截图，尽管一般消费者愿意等待不到24小时才能收到线上杂货的订单，但令人惊讶的是，有相当一部分消费者没有耐心。调查中有4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希望商品能在2小时内送达。2小时内有那么急吗？那很明显的就是全球的消费者怎样越来越没耐心，越来越不想等。超过一半的人是愿意付出比较高的费用，他宁愿不要去等就对了。而且有一部分的人是连2个小时都不愿意等。那我们就很好理解为什么好事多要推出这个外送服务了。你只要有去过好事多，你就知道，除非你是平日白天上班时间去采买，不然你就算平日下班时间去，也都是塞爆塞满。假日不用讲从你家到好事多拿商品排队结账回程，绝对都是超过2个小时的。那大部分都去一趟要耗掉一整天，因为还要排那个试吃嘛。好事多推出了这个采买外送服务，就是为了让这些愿意支付比较高费用的人，然后他要换到货速度。
那这样这些人就有多一个选择，而且他也可以多少推动一下好事多会员的注册人数或是使用频率。那对 Uber Eats 的好处就不用讲，好事多单次消费金额很高呢。你在 Uber 上点个外卖，对不对？你客单价多少？你跟你另一半男女朋友那边点来点去，大概300-500块吧，然后那边比来比去，你去好事多采购，你一次多少钱？3-5千块，破万都很常见。每次看还有我前面那个阿桑因为拿一堆呢，就2万多现金，要不然就刷卡，客单价超高的呢，就是这样啊。然后购物的频率也不较低，那 Uber Eats 光吃这个交易的服务费就可以吃得很饱了，所以这是个强联合啦。然后溢价的部分他也要抽嘛，抽就是让那个不想等的人去付不然你就绑好事多会员卡都可以啊。再来你要知道这件事情带给我的思考。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件事情会影响到电商市场吗？看起来好像还好，他吃的是实体世界的客户这些人他都去好事多，他就是不会去网络买东西，你知道？你觉得是这样吗？我讲2个观点给你参考。第一个，线下消费跟线上消费的界限模糊了。以前我们在讲说电商有一个无敌的壁垒，就是什么？就是它的 SKU 可以无限大，意思是你一家实体门店，你顶多放这些东西就放满了。电商呢，你放2万个商品都可以消费者在线下买不到的东西，在线上可以轻松买到，所以才会有人去广告词嘛，叫做什么都有，什么都卖，什么都不奇怪嘛雅虎奇摩拍卖。那如果你跟我差不多年纪的话，你应该也听过这个广告词。但是这个壁垒现在在很多零售的通路中都逐渐被瓦解掉例如说特力屋，现在就有一些商品就只有网路才买得到。然后美国的 Walmart 沃尔玛在去年8月的时候推出一个新的服务 Multi-Channel Solutions， 简单的说就是你可以把商品上架到沃尔玛的网站，然后当消费者下单的时候，你把商品寄到沃尔玛的物流中心然后他会派到沃尔玛的实体店让消费者自取，当然取货点这样，就很奇怪，好像全联变成虾皮店到店这样。好，那我问你最后结账的业绩要算线下还是线上？你当然可以说它是线上，因为是线上卖掉的嘛但是消费者有没有可能就顺便在沃尔玛采购一些生活用品？有可能。那你说它是线下的业绩，那如果这个消费者不是因为要取货的话，他可能就不来啦，对不对？他就跑去好事多啦。这就是我说的线上线下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而且这个速度是不断加速的。第二个，到货速度将会成为未来的决胜关键。这个我们之前有讲过了酷胖之所以在韩国能够做到第1名，就是因为他们疯狂的强化自己的到货速度，强化到什么程度？强化到那个1年9个过劳死就这样。然后 Momo 在台湾要盖一堆卫星仓那虾皮盖了超过1600间店到店，那或是好事多跟 Uber Eats 合作外送服务，都是怎样？都是为了让消费者更快拿到货。未来若是我们讲的这2件事情为真第一个叫不再区分线上线下，第二个到货速度是决胜点。好，那你觉得未来电商市场会变怎样？我个人自己的判断是未来是资本的战争，因为你身为品牌商，你的商品要铺到越多的通路越好那出货的速度越快越好。这还有一个隐性的好处是什么？是消费者反悔的时间就几乎没有。你那个你订一个那个韩国的美妆好了，然后他要寄来台湾要14天，好，那就来等等一等，中间不想要你就取消订单，可是人家已经对不对？那你就让2个小时拿货，那你接下来你就只能走正式退货流程就麻烦嘛，就不要了嘛那最后你要知道品牌电商该怎么办。说实话以现在这个局面如果你还是想走纯线上纯电商的话，蛮危险的。有一个家伙很猛撑到现在 Lativ 你知道吗？衣服台湾平价服饰品牌 LATIV 我还在纯线上，他连通路寄卖都没有那因为纯电商的优势正在不断的被削弱。他还在不在？应该还在吧。米格国际Lativ 服饰这个还在纯线上，它都完全没有线下那还有另一个极端嘛，就 One Boy One Boy 到处都有线下，百货专柜能开尽量开即使他现场根本没货可以买，他也是要开就这样。纯电商的优势真的是目前不断的被削弱。以前还可以说我电商便宜，因为我没有什么管理成本，不用租金什么的，但现在广告费超级之高你怎么便宜得起来？然后你要拼出货速度，你又怎么拼得过那个当日到货？以我们经营的规模来讲，我们没有办法去组建自己的物流车队那当然我也知道，想要经营多通路，你就会把成本拉得很高嘛。那如果你是刚开始经营的品牌，确实会有很大的压力。
我思考了很久那有一个解法提供给你参考。如果你要坚持就走纯电商，不是不行那你就需要很强大的什么仓储跟物流的合作。要强大到什么程度？以美国来说，就是 Amazon 的仓库体系FBA。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全部的货都放在 Amazon 的仓库，让他去出货然后该付多少钱给他，你就要付了。因为你不用养仓库，不用养车队然后是他这种专业物流商去帮你发货。例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 Walmart 它也开放给一般卖家上架商品然后他们现在也开放了 Amazon 的 FBA 配送服务你必须要找到这种等级那或是有机会成为这种等级的电商仓储才行，而不是说你就自己家客厅包一包，然后自己来出货这样那未来如果你的商业模式还是停留在自己要干完一条龙的话，应该是没办法做了，应该是相当辛苦了。所以我会建议你说，就算你现在还没找电商仓储的需求，也要去了解看看，你看一下人家现在的收费标准，然后考量进你自己的定价里头。你不要让到时候自己包货来不及，然后要委托给那个电商仓储又很临时，又是急件，然后又嫌人家贵，人家整个仓库那个车队就不用花钱，是不是？然后你再回过头来评估你现在的毛利有没有办法支持使用专业物流的空间，来提升那个到货速度那如果不够的话，你要做一些优化或调整。你不能想说等到你突然壮大，你临时要用。我跟你讲，那种东西电商仓储没办法临时的啦，因为那个非常复杂，都要上标签都要上条码，然后去帮你用，然后你才能追踪，你才能怎样。反正我们做仓库很怕急单当然你加钱可以解决，加钱你又不开心，奇怪，急单不是你在喊吗？那是怎样？反正你那个毛利你要估清楚啦。未来你纯电商，你的物流一定要强物流很可能不是你自己做，你只能跟人家配合，那人家的收费你要考量进你自己的毛利结构里，不然你会长不大，你知道？好不容易迎来订单爆量，你长不大，你出不了货，到时候你怪谁？讲八卦就是这个外送我们听外送就觉得还好就骑机车外送，这个外送是这样就是它逐渐变成一个营收的通道。这个我很久以前，去年吧去年拍的影片也有讲过，就是说全联当然一开始也是这样，家乐福看不起外送他们还想自己弄什么闪电购什么屈臣氏也想要自己弄然后后来发现算了就报给人家做就是 Uber Eats 熊猫现在都可以点那些商品嘛以前外送是怎样？我听业内的分享他说以前一个月外送看有没有占到 5% 的营业额就外送店很少了，然后单子到又很急是急什么？就是我就在结账，然后就那个外送进来说请问好了吗？然后报表干我还没去装，然后这边就是他们以前很讨厌外送单，但是现在会怎么样？现在会就规划人力然后直接去排外送单，就是专门负责去捡这些外送单。一个全联那么大呢，然后人家那样挑东西很散乱这样，你换个角度想就一张订单18个商品然后你是全联的工读生，你去把它剪出来，然后你手上有20几张，通通都要剪你看你要跑到什么程度这东西就变成兼着做没办法做了就是要专门去做，请一个工读生，然后专门就是包这些东西。那企业愿意花这个成本就表示什么？这个外送的营业额开始越来越大了，越来越肿了，可能以前3%、5%，现在应该都有到10几%，甚至20几%的程度。好，那这个会倒逼什么东西？倒逼行销资源会往这个外送的平台去倾斜，就是以前下广告，行销预算哪有在管的？什么外送？外送是你们要来求我吧，对不对？我家大业大实体门店那么多，现在的话，可以考虑那我们就要下个广告然后让那个消费者打开这个外送 app 的时候，它会先出现在这上面还有一些优惠活动，对不对？很多折扣码可以去输入，那个都是要花行销成本的，就这样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外送开始占营业额的趴数越来越高。那你说外送它是不是电商的一种？对不对？你是用网络下单这件行为不是很电商吗？然后物流的话是骑机车物流，跟你熟悉的宅配车可能不一样但是这也是电商的领域没错那只是你要经营的通路就不一样了。你以前会经营什么？经营 Momo 一个品牌会经营 Momo， 然后会经营 PC Home， 会经营一些大的通路，经营这些广告你现在还要多管这个呢？外送平台而且一次要管2间呢，一次要管熊猫跟这个 Uber Eats 呢这反正就是这样外送。然后生鲜杂货这件事情，它天然的怎么样？它天然的需要到货时间速度。
因为这个东西采购量又少，然后它的效期又短。效期又短的意思是说冷冻冷藏的东西，你不能你全年买一个冰然后它送来的时候都融化了，然后怎样的，很多问题啊，真的很多问题啊。这种消费者天生就是适合用外送，外送大概是速度最快的物流了。目前啊，世界上啊，速度最快的物流也不是骑机车的外送是叫中国大陆叫无人机啊，但我们台湾要开放那个还久嘞但总之就是这样，外送行业这个也是电商的一种形式，只是在行销上没有什么好操作的就你全部都是要走人家平台的规则，不能像官网一样，然后会员也不是你的总之就是这样如果你未来你要走线上线下混合，现在品牌都会这样我一直很建议说，你最烂你去摆摊嘛你看一下实体世界的客人长怎样，不要一直都在纯电商。那现在以实体门市经营的来讲，这个界限很模糊了。以前他们就觉得壁垒分明，那公司是怎么分？电商部跟实体门市部，然后门市部讲话很大声，就是欺压那个电商的。那电商要做什么活动，他都不想配合，这样为什么营业额占比那么悬殊？现在因为外送的这个东西这个趴数都起来了，你知道？现在那个电商部门讲话可能会变大声没有你实体门市就是要配合因为我们现在在做什么活动，所以你那个进货那个货记得要保啊，要怎么样的？就台湾的消费格局正在改变外送，然后外送啊即将要被推上新的高度，我们台湾还没有啦中国现在很扯呢，真的很扯呢。现在有反正就是巨头神仙对干就对了现在有谁？美团外卖，美团等于是打趴天下无敌手，只是那个我们饿了么就是跟他竞争那个黄色制服美团，蓝色制服饿了么，然后京东也入局了京东做外卖，然后还有淘宝也做外卖，然后淘宝叫闪购闪电的闪他们要抢市占率怎么才又来了就是狂撒折价券折到不要钱你自取的话就几乎不要钱什么人民他们在喝奶茶，他们讲的奶茶就是我们的手摇啦，然后他们喜欢料加很多有没的，那个中国大陆的奶茶不便宜那除了蜜雪冰城以外那个奶茶我看一杯到也是25块人民币30几块人民币的这个都有呢。那换我们台湾的话其实也叫很贵的饮料，然后你只要是自取的话就几乎不用钱，然后20几块人民币的那现场的话就什么1块2人民币就给你，反正就是这样啦那这个外送大战打起来，我为什么说目前要被推向新的高度就要看中国他们打完之后谁活下来，然后他们会把外送的竞争给它进化到什么程度，比方说会设新的行业标准比方说骑手就超级有礼貌，不然扣钱或怎么样。像之前美团还出台了一个政策蛮屌的，就是说外送员去送餐以后要顺便帮顾客丢家里的垃圾，什么东西？就是拿食物的手，对不对？然后去丢家里的垃圾。那个住公寓的人觉得这个很方便，这个我就不用自己倒垃圾了。然后多的反正正反面声音都有啦，方便确实是方便，可是就是我说了嘛，因为丢食物的手去丢垃圾不知道总之我们先等那个中国的外送大战淘宝、京东跟美团巨头先厮杀出看怎么样，然后我们台湾的外送大概陆陆续续会向他们看齐，就是这样外送曾经实体门店看都不看那现在都占一定的营业额百分比了，没有什么不好。然后接下来这个百分比我个人认为啦，那放大到 30% 应该是可以期待，就一整间实体门市的营收大概有 30% 是外送来贡献的，这件事情是有可能会发生的。目前台湾的外送还没有那么高，我跟业内朋友聊好像是10% 有但是20% 好像还不到，就这样。那未来的话一些行销促销活动下去，可能在某些节庆的时候以后我在猜应该某些节庆会跑到 40%， 然后接下来应该是回稳的话应该20-30% 是可以期待的电商从业人员，你的品牌你待的公司有做实体门店的去搞外送吧，那个 Uber Eats 后台熊猫的后台你都要会用，不然怎么办？竞争就是升级，就是开始内卷了。然后好事多也能买，还不用好事多会员，这真的是有点杀现在的电商平台之间竞争激烈，除了你熟知的虾皮、PC Home、Momo 以外，外国的电商平台也对台湾虎视眈眈。除了酷鹏大军来袭，还有旭印、抖音小黄车、全球速卖通、Temu， 他们都在偷偷伸出触手，要来抢台湾市场。而对于我们这些品牌商来说，最可怕的是，现在这些巨头在神仙打架，你只要被插到一点非死即伤所以我建议你快点跑再晚一点，你可能都被逼着参加斗价钱的战场，想逃都没有办法逃。
只有盖好自己的品牌官网，培养自己的忠实会员，才能够创出高的毛利哦，这才是避免伤亡的最好方法。如果你现在正在找一个实力坚强的电商系统来帮你架设品牌官网，我推荐你 Cyberbiz。我们除了官网仓储跨境 POS 能一次搞定以外，现在还能够发动电子票券啊，或是30分钟机车快速到货，让消费者更难抗拒你的行销活动。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大品牌都喜欢配合我们 Cyberbiz 电商系统的原因。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那你就填写资讯栏的连结。好，那填完资料以后，我的同事会跟你联系，电商相关的问题应该都回答得出来，因为我们经验蛮丰富的。最后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我会继续分享更多电商资讯给你。我是电商通灵城，我们下集影片再见。